大家好，这一期接着上期 PAMW 控制电机模块的一个问题排解。其实我有点后悔了，就是做这个电机模块，没想到问题这么多。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实际工作的时候，会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需要大家具备一定的软硬件的排查能力。所以的话，我正好就把这个问题做成一个视频，帮助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排查经验。好的，我们正式开始。这个现象呢话，如果大家有人这个照手上去做的话，就会看到，如果你把电机拉到最大，发现单片机重启了。那我们从这个简单到难开始排查。首先的话，因为这个电机它有震动啊，我们首先怀疑这个电机是不是因为这个电机的震动导致这个度忘线和这个面包板的接触不良。因为要知道这个面包板的这个接触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只是做来演示使用面包板，等到将来正式开发的时候，还是大家尽量用这个电路板自己焊一个原型出来是比较好的。好了，我们把这个排线都查一下，看看还有没有死机问题。发发现又死机了。下面我们怀疑的这个点是哪儿呢？就是说，是这个手柄的控制线那个部分。要知道电机的这个噪音还有无线干扰特别大，我是怀疑是不是无线干扰进入这个线缆，无线干扰进入这个线缆，然后导致的噪音，然后进入DAC 把这个芯片里面的这个处理搞坏了。我们怎么解决呢？我们在这个线缆上套一个磁环。这个磁环的话，用法的话就是像我示范的这样，把这个线圈缠成一圈。当然，这个缠成几圈，还有这个线圈的直径其实都是有理论依据的。我们这里只是演示，就不搞那么复杂，就这样把这个线圈套上。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说，类似这种电磁噪音进来之后，它会产生一种这个尖峰电流，它会在线圈上形成磁场。这个磁场的话，就跟这个磁环的磁场进行抵消，然后就把那个尖峰的电流就给消耗掉了。所以你在进来的进单片机的时候，就去掉了那些这个噪音的电流。好了，我们这个再示范一下，看这问题有没有解决。还是重启了，说明问题不是在这里。好了，我们下一步的话就是检查这个电源方面的问题。我现在在这个单片机的电源上接了一个示波器，看一下这个电压。好，我们把油门开到最大，可能一闪而过吧。大家可以看到，在电源上出现了这种尖刺的噪音。好的，我们现在改善一下噪音。好了，为了解决这个电源的噪音问题，我们在这个电源上接了两个电容，一个这个大的电容和一个小的电容。这两个电容分别起到不同作用。这个大的电容就像一个水桶一样，它保存一定的电量，就是说，如果这个负载电源进来电量比较充足的时候，它就储存一部分电量。但是你这个在这个单片机的负载比较大，消耗电流比较大的时候，它可能一定的电压下降，然后它就从这个电容里头泄出一部分，给这个单片机，防止它这个电压下降比较大。第二个，这是个小电容，它是一个滤波电容。我做了一个小视频，就是说，噪音电容噪音的话，它就像一些老鼠一样，它会瞎窜乱跳。但是它可以通过这个滤波电容直接流回地的，所以的话，它就不像正常的这个电流，通过负载过去，而且从这个电源进来的时候，直接从地就流回到地了。好，我们加了这两电容，看试一下效果。
还是重启了。但是我们在示波器上没有看到像刚才一样的这个电源的噪音，就是说，电容在一定问题上解决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电源来的这个噪音的一个影响。那我们这个死机的话，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存在，我们继续进行分析。下面的话就是涉及到一个反向电势的问题。反向电势是什么呢？如果大家开过电动车的话，它就会遇到就是说，在你减速或者刹车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动能回收的过程。为什么会有这个动能回收呢？就是说，电机它是一个电力在这个线圈上产生磁场和磁场作用产生了一个动能，但是反过来说，你这个线圈在这个切割磁场的时候，它其实也是一个在发电的作用。就是说，你在这个电机模块给这个电机提供电源的时候，电机电电机也是在这反向的给这个电机模块产生一个电能，它们俩互相抵消了。但是有一点就是说，我们 PWM 的原理的话，就是说一段开启，一段停止。那么在停止的时候，你这个电机模块的供电消失了，而电机的自身的这个转速没有变，它的一个反向电能过来之后，它就是一个问题。你这样的一个在高转速的情况下，它这个电压非常大，直接回到模块的话，就会损坏模块，所以模块上给它放了一个二极管，这个二极管叫做虚流二极管，也叫分轮二极管。它的作用什么？就是说你个电机反向的这个电流过来的时候，直接通过这个二极管就回到地了。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一个分析下来的话，就怀疑是不是你这个电机的造成的这个反向的一个电流回到地，然后影响到这个单片机。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像刚才一样，在地上加了一个磁环。好的，我们在地上加了一个磁环，就是有效的可以防止这个反向电流过来产生的一个间次噪音。我们现在看一下效果，还是重启了，就是说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存在。好了，最后我们实在没办法，换了一个更短的 USB 电源线。我们看了一下效果，更短、质量更好的 USB 电源线。我们看一下效果。好了，问题解决了。我给大家示范一下的话，就是说，呃，像这种嵌入式开发的话，很多涉及到这个硬件调试。就是说大家如果做嵌入式的话，不要仅仅以为自己做软件，有很多问题。我现在工作中实际遇到的问题是70%以上是跟硬件相关的。所以的话，像类似这种硬件调试的话，也是大家一个必备的技能。好了，就是说，首先我们说这个电机模块和这个电机的噪音实在是太大了，是无法根本解决的。我只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示范，希望大家能够学习一下这个调试的方法和经验。好了，今天就结束了，谢谢大家。